就是一看就是没少花钱的一个节目啊。然后呢，加上前一阵出去录综艺啊，其实最轻松的是什么？最轻松其实是拍戏，因为拍戏比较规律嘛，每天就这点东西，你不用想太多，拍戏比较规律。但是录综艺其实是最累的啊！你们别以为就是好像这个录综艺好像去玩啊，录综艺超级累。我跟你们分享，这个录综艺啊，要比拍戏啊，要比别的都累。录综艺是最累的，就是咱先不说别的综艺，就是正常的综艺啊，基本上都是一录都是12个小时起步。综艺是特别累的，综艺一般录制时间是12个小时起步，然后呢，像我们这次录这个综艺呢，就是14个小时起步，而且这14个小时，朋友们是这样的，不是说这14个小时你在这混，这14个小时你的精力高度集中，而且要不停的说话，一直说14个小时，连滚带爬的，连蹦带跳的。而且脑力消耗特别大，特别严重。我以前没录过，最近录那个综艺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以前没录过这种综艺啊，以前是没录过，第一次录这种类型的。我以前基本综艺就是要不就是唱歌的，对吧？音综我去的比较多，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做饭的啊，再就是反正跟做饭相干的，要不就是去录一期那种的。但这个综艺属于就是一个非常的烧脑。时常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。录这个综艺，我以前总觉得我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啊，但录完这个综艺，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啊。不过我觉得这个综艺是我就是他录完是最开心的一个综艺啊，就是我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我感觉我不是在工作，我感觉我就在玩儿，你明白吗？就是我比如说我去什么任何的录节目什么的，我去了我都知道我在工作，我今天来了我是要工作，我要干嘛？我知道我要干嘛，我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。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唱3首歌，那我就唱3首歌。比如说今天我到了这个节目里有一个环节是属于我的，那我就在这个环节里发挥好。我是有这个想法的，就是我知道我是来干活的。但是这个目前录这个综艺呢，就是你去了你不知道你要干嘛，你去了就感觉就是迷迷瞪瞪的，你不知道要干嘛，一切充满了未知啊！你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人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，然后这个剧情是啥玩意儿啊？只能说同场嘉宾我知道是谁。就很好玩，而且不用做准备，因为你也准备不了啥。它不像以前的那些像别的综艺，就是对比一下，就是我去一个综艺，比如说我要唱歌，那我提前要把歌练了，我知道这个编曲要怎么弄，我要跟人商量。但这个节目不用准备，穿套漂亮的衣服就可以去。我对这个节目的要求就是我穿的就是帅气一点啊，然后去了呢把脑子带上。就足够了啊，足够了。对，就觉得好开心，就是去玩儿。你说朋友们，我跟你讲，人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玩着玩着。后面那句话好像不好说不好，就是玩着玩着，然后咱们就是能够养活自己，就好开心啊。当然，综艺的内容我不会透露啊，有环节我也不会去说。然后呢，就是反正你们大概也都网上都有了，你们也知道我去录啥综艺了吧？所以呢，但是里边环节啥的我也不会去说，不会说分享。有朋友问我说：“里边吓人吗？”这哪能跟你说呀？这都是
secret 不能去叨叨的啊，到时候就知道了，不能说，因为这个节目距播出还有这个2月多呢。问我吓人吗？或者是怎么样，我都不能告诉你，因为咱们为了这个节目，当时夸一上来就是嘎给你一个劲爆的惊喜，所以呢，就正常的东西我都是不能说的啊。有没有交到新朋友了吗？当然啊。那能怎么说呀？当然交到新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能怎么说？就没交到去了，都没交到朋友。那哪能行？没交到朋友了，但挺好的，就是挺好的。因为其实这个，说句实话啊，就是这个圈吧，就是怎么说呢啊？你们可能觉得这个艺人之间好像是很复杂，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。就这个圈子里，大家都是同行，然后一见面，其实不用说几句话就可以很熟了，啊，因为总会有一些交集的。包括像这次录节目，这比较熟的啊，是个那个谁那个。周深是相对来说比较熟的啊，周深就是老录节目也能碰到，第一是老录节目也能碰到，然后呢，第二是啥呢？第二是那个我们一起录过那个我们的歌嘛，那是比较熟的。第三呢，我们就是私底下也会去简简单单聊聊东西啊，他是属于私底下有交集的人。然后呢，像郭麒麟呢，郭麒麟是之前通过大张伟认识的，然后在大张伟呢吃了个饭。那天大张伟组个局嘛，啊，然后当时跟郭麒麟也算是认识的，然后一些私底下有的时候跟郭麒麟也聊聊天啥的，但是就是见面比较少啊。但就是相对来说，其实从那个刚入节目的角度，我跟他俩比较熟，然后也很聊得来，因为俩人都很有梗的人，聊得来。那像那个什么宋祖儿呢，就是之前没有什么交集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剧我给唱过 OST 啊，就这些演员有几个演员能跑得了我的 OST？ 你们想一想，是吧？就干这个行业的这些演员们，你就是有几个人能逃过我的 OST？ 你所以说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作过啊，对吧？就是前两天播那个《盛装》嘛，《盛装》宋祖儿演的，然后里边 OST 我唱的嘛，然后那个什么白宇呢？白宇老师，我是之前是其实是没有不认识的啊，但我也不太记得他的剧我唱没唱过 OST 啊，因为我没去查过。但是人很好，就是聊了几句就是还挺舒服的，然后就算是就是挺好的，一块录也挺开心的。啊，包括像周柯宇也是一个挺好的小孩，然后我觉得因为人家比我小啊，个儿也挺高的，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录得很开心，氛围很好啊。啊，对，那个什么白宇是一帆星嘛，对吧？一帆星，对，对，所以就作为演员来说，有几个人能逃过我的 OST 呢？所以都是合作过的，而且都挺舒服的。反正这个节目总体来说我录得很开心，我真的感觉好好玩啊。但这个节目录的是真累，好玩归好玩，但是真累呀。
因为你一天脑袋都在那转啊，转14个小时，你就容易给自己转死。而且你上综艺，你不能就是去了你不说话，那人家导演怎么给你剪进去啊？所以呢，你别管他剪不剪，你得多说话，你得多去跟他玩儿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你宁哥也是个话痨，我直播讲5个点可以，但让我直播讲14个点，我也扛不住。所以录完节目录到最后啊，话嗓子都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案情啊，当时那个嫌疑人，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。他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咱们可以再去搜一轮啊，就是在录后面全嗓子都哑了，一个个都是录懵了都要。当然，我想说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真不错。我觉得这个综艺是真不错。到时候我想说，现在在我看我直播的或者咱家朋友，到时候这个综艺上了，我相信你们都会去看一看的。叫那个，哎，叫什么名来着？这个综艺叫什么？叫开玩笑啊，开始推理吧啊，开始推理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等你们打出来呢啊，对，到时候可以去看看这个综艺，还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是一个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